えてHello，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川哈。那么今天我们讲一个什么样的新闻呢？讲一个日本杰尼斯事务所的一个新闻啊。那么众所周知呢，杰尼斯呢是这个日本最有名的一个男性艺人的一个叫做经纪公司，然后呢手下也有非常多的偶像团体哈，比如说我们讲以前的那个花样男子里面的那个道明寺哈，就是松本润哈，还有就是木村拓哉。还有他们比较著名的几个偶像团体 SMAP， 还有什么黑 C Jump。总之呢，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叫做艺能帝国哈，然后非常的有权力，然后呢下面的艺人呢也非常红，然后呢也赚不少钱哈。但是最近在2023年3月份的 BBC 拍了一个纪录片哈，就是讲这个杰尼斯的这个创始人，然后呢说他在过去50多年呢一直在性侵他手下的这些艺人哈。也就是说这个老头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性癖，然后呢就是喜欢玩小男孩，所以呢他选的所有的这些男孩呢都是有点娘娘腔中性化，然后呢身高不超过1:7米，都是这样类型的这个小孩。简单来讲吧，就是郭敬明当导演找那些小鲜肉哈，然后就这种感觉哈。所以呢这个事情 BBC 一报了之后呢，那个纪录片呢其实看的人特别多，在海外反响特别大，然后呢大家都说日本的这个没有人权，然后在这个 LGBT 啊什么 Me Too 的这个风潮当中呢，就显得这个杰尼斯事务所呢就非常的孤立哈。但是呢，我要说一句话，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包括日本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其实都要比 BBC 要早。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日本呢，如果你喜欢看小报，喜欢看这些八卦杂志的话呢，你早就知道杰尼斯事务所是有问题的。也就是在过去的10几年当中，我看的这些小报里面，报的负面新闻最多的2个公司就是杰尼斯事务所，还有一个就是吉本兴业啊。那么吉本兴业呢，它出问题呢，其实都不是管理层，它主要是出在哪里呢？就这个艺人啊，又不伦了，然后又出轨了，然后呢又是什么涉黄了、涉赌了，然后就是涉黑了，反正就这些类型的东西比较多哈。他自己公司的那个东西特别少，但是呢，杰尼斯事务所呢，他所有爆出来的黑料呢，都是说他公司上层，也就是说他那个杰尼斯那个家族的一家人都很坏，也不能说坏吧，就是从某种角度来看，好像很坏的样子，就是比较古板。然后呢，企业变革不足，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秘密，然后这个权交易。但是呢，就是所有的日本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呢，其实呢也没有影响到杰尼斯事务所，也就是作为口碑最差的一个事务所，杰尼斯依然还是全日本赚钱最多的一个经纪公司。然后他手下的艺人呢，依然还是最有钱的艺人。同时呢，他对这个电视台拥有极大的议价权，就是说，如果说你要上一个和我杰尼斯事务所不一样的一个男艺人，那么我呢可以有权利叫这个杰尼斯事务所的这个男艺人不参加你的节目，然后让你的收视率狂跌，让你这个电视台做不下去哈。所以呢，由此可以去排挤其他事务所的艺人。所以呢，当时最巅峰的时候呢，杰尼斯事务所在日本最大的电视台富士电视台呢，其实呢有18个节目一直都是他们手下的艺人在做。所以呢，杰尼斯事务所本来就声名狼藉，但是在日本呢一直就是风调雨顺，然后逍遥自在。同时呢，你要知道有关这个性侵男艺人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呢早在2000年左右啊，就有周刊文春去给他报道。你要知道周刊文春在日本叫什么？它是小报当中的战斗机啊，就是它所报的料啊，基本上都是真的。然后呢，大家都叫周刊文春叫什么？叫做文春炮。什么叫文春炮呢？就是他一开始呢，先放一些无关紧要的一些小消息。第一篇报道啊，他不会讲的特别深，然后呢，就是等着那个主人公去反驳啊，说我没有这样啊，怎么样跳出来了，我绝对没有像他说的那样。说完之后，第2篇深度报道出来了，然后当事人出来了，详细的访谈出来了，证据出来了，然后把这个主人公逼到死角啊，这个主人公再反转不过来了。所以呢，就说文春炮在日本呢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呢，大家都认为所有小报里面周刊文春报的呢，基本上就是100%做实的啊。你要知道，日本的这些周刊记者啊，他可能和台湾的不大一样啊，就是日本的这些他们做的事情呢，就比较 old school， 就是比较老套一点，就是他要去采访一个艺能人，可能要花好几个小时，一天蹲在他的家门口，然后呢不停的拍照片，然后找证据，然后呢，如果说他发现了有这些丑闻的话，他一定手上是有东西的哈，他就会找那个人的当事人，比如说之前的指原丽奈出的那个事情，他们也是找到了指原丽奈的前男友，都有录音、有采访的笔录，然后什么证据都准备好了，然后再把它公布出来。所以呢，所有周刊文春的记者呢，你都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非常高级的私家侦探，他手上绝对有足够多的证据能够搞死你。所以周刊文春报什么，你千万不要说他报的是假的，因为他们的记者个个人精一样。Spicy meat.
所以呢，在2000年左右呢，周刊文春爆出了杰尼斯事务所有这个性丑闻在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全日本有很多人其实已经知道杰尼斯是有这个性癖的，然后呢，也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存在了，然后呢，他一直这么多年都相安无事，直到杰尼斯去世之后呢，整个事情才急转直下，最后呢，在 BBC 的报道之下呢，才让这个帝国彻底崩溃那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就说明日本艺能界它本来就是一个受不起外界质疑的一个黑箱就是你要知道日本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大的说就是说它的泡沫崩溃，还有包括就是说它后来有一些人报道它那个相扑界是搞那个假赛，再到现在这个杰尼斯帝国所被报道出来的这个黑幕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日本国内对这些恶行其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说那些什么大公司跟这个叫做杰尼斯事务所签契约的，什么第一生命什么三井什么明治这些公司，他们以前不知道这个杰尼斯事务所是干什么的吗？他们不知道这个杰尼斯事务所的这个老板是有这种独特性癖的吗？你骗谁他们早就知道了。你跟艺能界有关系，你还会不看小报？你有那么纯洁吗？对吧？你见到明星你不关心他的八卦，你有可能吗？你会不知道有文春炮这个东西的存在吗？你们都知道。但是你们一直跟他做了那么10几20年的生意，富士电视台你以前不知道杰尼斯事务所有问题吗？你都知道但是最后你怎么样了呢？你也没怎么样。所以呢，到最后你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日本就是一个美国的殖民地或者应该说叫做欧美的殖民地，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呢在国内干什么肮脏事情呢，其实呢他们都无所谓。就日本人对这些事情很宽容，他们就会说有一个老人有一个奇特的性癖而已嘛，我们可以接受嘛，对不对？反正艺能界也没有几个正常人你就像我说过艺能界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就是它这个行业它不存在正常人，它都是比较疯狂的人。为什么？我跟你讲，就是你比如说你开一个公司你出了一个爆款，然后呢你出了一个爆款之后，你模仿这个爆款，你再出3、4个爆款，换个颜色它那个爆款照样卖。但是艺能界就不一样，就艺能界你红了一个，然后他旁边的人都不红。就我开个艺能事务所，然后我培养了100个小男孩，然后培养了100个小女孩，就他们都非常努力，然后做的都非常好，然后我把它投入到这个市场竞争当中去，然后呢我能捧红多少个？我可能就能捧红1个小男孩当中捧红1个，小女孩当中捧红1个。后来呢我有了钱，我赚了更多的钱，我把这个艺能事务所开得更大，然后呢我培养了1万个小男孩，我培养了1万个小女孩，到最后他能活几个？他还是红1个。就他所有的投资和他最后的产出是不可能得正比的，因为他这个艺能就是说什么叫排他性很强。我最喜欢的那个它和其他人是有冲突的，就像你这种加大投资也不会得到高回报的这些行业，最容易出现是什么呢？就是少数精英的垄断嘛。直到最后呢，就剩下几个疯狂的人在那里，大家决定一下，让哪一个更疯的人上去就完事了。就跟那个中国好声音是一样的，就是他再加大规模，他再怎么海选，他1年也就红1个。那这个成本是非常非常不划算的，那你还不如就直接找几个内定的，对吗？选好了，然后呢，让他们走一走过场就行了。所以呢，为什么到最后娱乐圈都是这样，都是垄断，都是腐败，就是因为他们是一种偏爱的生意。所以呢，你做任何行业你要投娱乐圈呢，其实是杠杆最高的。烦死了！你拿一部分的钱，然后投个100人也就差不多了。你真的要去搞什么投1万人、投1000万人，这种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因为这种构造吧，就导致那些商业电视台还有包括就是杰尼斯事务所，其实他们勾结的非常的深，就是当中有一点问题，或者说觉得他有点变态这个事情呢，其实在日本本地呢都是被容忍的。但是呢，一到海外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马上那些大公司就开始出来道歉了说会影响到我们海外的生意然后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品牌的形象然后就是杰尼斯事务所的男艺人我们一概不签然后怎么样，我要跟他解约说句实在话，杰尼斯事务所又没有跟你海外那几个最大的品牌那些人签约，也没有搞什么 Toyota， 他都是什么明治什么卖个洗衣粉卖衣服乱七八糟这东西，基本都是你国内企业然后你告诉我说你这个跟你海外的形象有很大关系，我就不觉得日本的企业有多少个走到海外有那么大的名气的。就自己以前做的坏事自己现在来否定你这不是太晚了吗？你2000年的时候你干嘛不否定呢？就那个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杰尼斯它就是有这个问题的呀。所以呢，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呢看到这个艺能界里面的黑暗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能看到就是日本的这个企业它贵得太快了，它只要海外的一报道它就贵了，然后呢它自己国内怎么报道呢？
他都不管。你就像以前那个相扑打假赛也是，海外不报道他就一直这么打，然后呢海外一报道呢，他就来审查，这真的是让人非常难以理解，所以我才会得出结论，就是日本才是美国的唯一的殖民地啊。他在对抗海外舆论这方面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弱。你就会发现中国艺能界出问题，一般都是什么微博爆料啊，什么粉丝群起攻之啊，你只要国内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呢，外媒还没有介入的时候呢，这帮人就已经不行了。你说这个效果文化和吉尼斯其实是比较相像的嘛，就效果文化它出了个事儿，然后呢被人曝光出来，然后当天基本上就已经把那个李浩石给封杀了。然后他会等到20年之后 BBC 报了之后他才去处理。所以呢这个话题到最后其实也涉及到了一个，就是中国会不会日本化。我的结论呢就是中国和日本呢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经济主权是不一样。就是你中国呢，你从来不会出现什么外国跟你说一件事儿，然后你就完全跪倒的这个事情，大部分都是内部矛盾大于外部矛盾的就是你内部里面撕的不得了，然后外边的事儿呢你根本就不管的那种情况是比较多的。日本是什么？内部一点都不撕，但是外部说啥呢他立即就听，然后就马上就不行的这种情况。泡沫经济是不是这个样子？如果说日本政府稍微有点骨气啊，稍微敢说个不， Japanese can say no 啊，你如果能说个不，那基本上泡沫经济是不会发生的呀。所以呢我就想起，就中国呢就喜欢看包青天，但是你要到日本来看的话，你可能会觉得他包青天的情况呢是有个叫传教士保罗，一个白皮肤高鼻子的一个外国人过来呢帮这个日本人审案，审完之后呢这些日本人感激涕零就这种感觉。你觉得这种电影，就是传教士保罗这种电影，它有没有可能在中国会火？如果你觉得它这种电影不可能会火的话呢，那中国呢也不会日本化。所以呢这就是我今天对这个杰尼斯事务所这个新闻的自己的一些解读。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